好的，李警长，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？张先生，我们要查看这笔钱有没有问题。多少钱？10万块钱。好的，你要我什么时候办好这件事？明天。好的，我能拿回这笔钱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会把钱还给你。到时新加坡警察会停止调查我吗？你要出门啊？是的，要去买鸡蛋。你要买些什么东西吗？不需要。好吧。李警长，对不起，我太太刚进来。没关系，就像我说的，确定你的钱没问题后，你就会拿到一份正式信函，说明你没有涉及犯罪活动。好。你有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调查？没有。记住，这件事要严格保密。是的，我知道。我是唯一能够帮你的人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不然的话，你的太太会被逮捕。这点我明白。Sharon，我有资料要给你看。欺诈监控系统在一名客户的个人银行户头监测到可疑的活动，相隔不到10分钟就出现2笔大额交易。数额有多大？第一笔10万元，大约12分钟之前转账；第二笔9万8千元，在3分钟前转账。查到钱的流向吗？查到，那些钱转入欧洲银行和安德克银行，都是安外银行。你的客户是谁呢？ Robert 张一熙先生。有没有联络张先生查核这些交易？我们的职员联络不到他。好的，下来我们会接手。同时请通过内部冻结张先生的户头。好了。张先生的个人资料或户头设置有任何更动吗？我查一下。有，他在2天前更改了手机号码和电邮地址。那转账的限额呢？转账的限额是在几天前上调的。各位，请查看 Robert 张英熙在你们的银行是否有户头，要是有的话，是否出现可疑的活动。Chris， 请联系欧洲银行和安德克银行索取资料。他们一回复我就通知你。谢谢。白苏拉，我发了案件文档给你。Robert 张英熙，你怀疑他的银行户头被人盗用？是的，他的手机号码和邮址在2天前改了，过后有大笔钱转入2家岸外银行，安德克银行和欧洲银行。好的，我查了张先生的资料，再让你知道。谢了。哦，请你通知花旗银行和马来亚银行支援警方的职员。好的。Sharon， 张先生在我们星展银行也有户头，我们查到他今天提取了一些现金。在哪里？来佛士方的自动提款机。张先生的户头设置有任何更动吗？他的自动提款机提款限额在几天前上调。那好，请调出他提取现金的自动提款机的监控录像。好的，我会跟相关部门提出这个要求。好的，谢谢。Chris， 安外银行有什么新进展？欧洲银行和安德克银行说要验证后才提供资料给我们。好的，在这同时把张先生以往的交易记录和其他相关资料发给我。行，谢谢。
Sharon， 我查到张先生，他是63岁退休人士，跟妻子住在雾落水池路54街祖屋。你尝试联络他吗？我拨打了他的注册手机号码，但他没有接听。我们现在去找他，不然他户头内全部的钱会被诈骗集团骗光。我们走。你好，我是高级调查员 Sharon Chia， 来自反诈骗指挥处。请问 Robert 张英熙先生在吗 ？Robert， 你们走开！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他们是警察。他们都是冒充警察的骗子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知道 ，OK？ 张先生、张太太，请听我们说好吗？这是很重要的事。你看，他们是警察。我现在去开门。不要，他们都是假警察。你为什么一直这么说？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？那好 ，Robert， 你在干什么啊？我要拨打999给真正的警察，你就知道谁是假冒警察和真正的警察。Hello， 警察吗？我这里有人冒充你们警察，他们想要进来我的家。非常对不起，误会你们了。没关系，没事的，张太太。是没错，小心总比后悔好。干嘛打999？穿制服的警察老远到这里来，白跑一趟，浪费人家时间。但是，我以为他们是假扮警察骗人。Robert， 那些穿制服的警察说了，他们不是假冒的，你最好道歉。没关系，不用跟我们道歉。你确定李警长是个骗子吗？张先生，这是真正典型的假冒政府官员骗局。李警长是骗子，他冒充警官。也许那个李警长来自其他警察部门，你不认识他？张先生，你见过李警长他本人吗？没见过，但是我非常肯定他不是骗子。哦，他有警察证，跟你们一样。他发了警察证照片给我。Hello， 张先生，我是新加坡警察部队的李警长。我们发现你的银行户头被用来进行洗黑钱活动。什么？我没有洗黑钱啊！我根本不知道这样的事。洗黑钱是非常严重的罪行，你会因此被逮捕。但是这跟我没有任何关联啊！张先生，我可以帮你向警方报案。哦，好的，谢谢谢谢。但我需要你身份证的正面和背面，还有银行户头资料，把所有资料都拍照发给我。我觉得把我的身份证照片发给别人，这么做很不安全。我来自新加坡警察部队，张先生，把照片发给我是安全的。为了证明我真的是警察，我把警察证照片发给你吧。好的。张先生，李警长确实是一个骗子。新加坡警察不会以任何理由向别人发送他们的警察证照片。但是李警长一直通过电话帮忙我处理这起洗黑钱的案件。张先生，如果警方真的是在调查你涉及的案件，负责查案的警官就会要求你亲自到警察局当面接受问话，不是通过电话跟你谈的。我还收到官方给我的信件，有新加坡警察部队标志，我大约是在2天后收到的。信件邮寄给你吗？不是，快递员交给我的。他穿得很正式，戴着一副墨镜，穿着黑色西装和白色衬衫。他跟你说了什么吗？没有，他只是把信交给我就离开了。Robert，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李局长说，这件事要严格保密，我不能告诉任何人，连家人也不能说出来。但是你经常告诉我很多人怎么样掉入骗局，结果自己却上当了。
我以为自己是在保护你们全部人。还有啊，李警长说，全家人可能会因为洗黑钱而被捕。张太太，这些骗子说话头头是道，他们把受害人隔离，让受害人感到害怕、担心家人，不断施压，要他们服从。张先生，骗子有没有一直跟你保持联络？有的，他要我每天打电话或发信息给他3次，在早上9点、中午12点和傍晚6点。他怎么跟你说？他会问我每一天的情况，也会问我有没有告诉任何人关于调查的事。过后发生什么事？过了几天后，他再次来电说调查工作已经到了紧要关头，因此把电话转给陈副检察官。洗黑钱会被判坐牢，所以你跟我们合作是很重要的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一定会合作。很好，我现在就把你转接到陈副检察官那里，请稍等。Hello， 张先生，我是陈副检察官。为了展开调查，我们需要确认你的钱不是来自任何非法来源或者犯罪活动。那个骗子要你做什么事情呢？他给了我一个汇丰银行的户头号码，叫我把10万块钱转入这个银行户头里。10万块钱？你怎么这么……他说是为了进行财务检查和资金核实的工作。张先生，这笔10万块钱你怎样转账？骗子要我通过数码的方式转账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所以我去了自动提款机那里好几次，从我的星展银行户头转账。张先生，骗子还叫你做其他事吗？没有。不幸的是，在你不知情下还出现了其他交易。骗子从你的华侨银行户头把19万8千元转到2个案外银行户头。这怎么可能发生？张先生，你说你给了李警长银行户头号码，你也给他你的密码吗？那你手机上收到的一次性密码呢？是的，一次性密码，我想有4次。他说他们需要这些密码以展开调查。因为你把密码和一次性密码给了骗子，骗子才能登入你的银行户头进行了转账。他也更改了你的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，这样你就收不到交易通知，银行职员也无法联络你。所以我们的钱都没了，29万8千元就这样一下子被骗光了。我们已经要求银行暂停接下来的交易，但是恐怕我们一生的储蓄能帮我们拿回这些钱吗？我们不能够保证能够追回你们的钱，但是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。白苏啊，那个向张先生递送信件的快递员有线索吗？根据他给的日期和时间，我查过张先生住家附近的电眼，然后快递员就进入一个私人住宅区，因此查不到他的去向。我们还算是很幸运。记得张先生存入汇丰银行户头的10万块钱吗？这个户头属于这名男子 Elliot Gunn。他的汇丰银行交易记录显示，这笔10万元存入20分钟后，他就把钱转入欧洲银行户头。这不就是从张先生的华侨银行户头接收款项的欧洲银行户头？是的，我筛查过 Elliot， 他没有前科，目前没有职业。但是看这个，之前也有几个类似的交易，有一大笔的现金存入银行，接着在不到1个小时后，这些钱就从 ATM 提取或数码转账到同一个欧洲银行户头。有没有办法证明提款或转账的人就是 Elliot？ 有，我有银行的监控录像显示他提取了钱。
我是高级调查员 Sharon Chia， 来自反诈骗指挥处。你是 Alex Gunn？ 是的。Alex Gunn， 你涉及洗黑钱的罪行，我们现在逮捕你，铐上。有一天，我收到一则简讯，他来自一个叫 Bruno 的人。当时我没有工作，所以我就同意了。过后 ，Bruno 要我做更多的事，他叫我帮忙提款和转账。怎么做？有时候通过网络银行转账，有时候就去提款和把钱存入其他银行户头。这些提款卡都不是你的，你从哪里拿到？Bruno 发信息要我到红山公园的一个特定厕所去。这些提款卡是属于谁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照 Bruno 的指示去做。每完成一次交易，他就付我50块钱。当时你知道自己是在犯法吗？知道，但是我需要钱，所以就没有问这么多。我们最近逮捕了 Alex Gunn， 他是被一个叫 Bruno 的男子招募成为诈骗集团的前罗。遗憾的是 ，Bruno 的电话号码属于一个已经离境的外国人。那个 Bruno 给了他好多张属于这3名嫌犯的提款卡。初步调查显示，他们出售自己的银行户头，或把SIM-Pass 登录资料卖给诈骗集团进行洗黑钱。我有好消息告诉大家，我们逮捕了涉及张先生诈骗案的4名嫌犯，他们将被提控蓄意让诈骗集团使用他们的银行户头对犯罪所得洗钱。我有更好的消息，我们设法追回了张先生一部分的钱。这可是最大的喜讯。太好了，但我们的工作还没结束，我们还是要继续保持警惕，保护弱势的群体，以免他们受到诈骗。为了打击诈骗活动，反诈骗指挥处在2022年投入运作，通过整合诈骗调查、事件的应变、干预、执法和异议构结能力，让反诈骗指挥处能采取更快速的行动来处理诈骗案件。反诈骗指挥处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已经跟多家银行合作，将工作人员安排在同一个地点办公，以加强跟警方在调查工作中的及时协调。追查资金的流向，并冻结涉嫌参与诈骗活动的银行账户。前罗是指在他人的指示下接受并转移从受害者那里获得金钱的人。警方提醒公众，如果你的支付账户被用来进行犯罪活动，你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。千万不要让任何人使用、操作或控制你的支付账户。最后，这里有一些如何保护你的银行资料免遭诈骗的建议。骗子不断改变他们的策略，欺骗人们透露他们的网上银行详细资料、信用卡或借记卡信息，或者将恶意应用下载到他们的设备上。以下是有关如何保护自己的4个提示：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提供你的网上银行详细资料或银行卡信息。银行不会打电话要求你透露密码或一次性密码，也不会要求你将资金转入个人账户。千万不要点击来自银行的电子邮件或短信中的任何链接。银行不会发送电子邮件或短信给你，不会要求你点击网址和扫描2维码。要阅读银行发送给你的交易通知。如果有任何交易不是你本人进行的，要马上联络银行。只能从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应用程序。在安装应用程序时，检查权限要求，以确保它们真的是必要的。
听过假冒朋友骗局吗？不，这不是朋友在骗你，而是诈骗分子冒充你生活中所认识的朋友，找机会来骗取你的钱财。在2022年，这类假冒朋友骗局大约损失880万元。今天我们进入诈骗特工的秘密总部，了解骗子如何运作和怎样保护自己免受欺骗。年轻的骗徒，欢迎来到诈骗特工总部。今天你们将学习假冒朋友骗局如何进行，如何避免陷阱，以及怎样去诈骗受害者的钱。你们好热情！第一，你们通过电话或者 WhatsApp 打电话联系受害者，可以发简讯，也可以用+65或没有+65前缀打电话。但是他们接听时，我们要说什么？要用什么名字呢？你真傻，你不能用你的名字，你应该说猜猜我是谁，或者你不记得我了。然后受害者会说出名字，受害者总是会说出朋友的名字。受害者不会问我们为什么用不同的号码吗？当然会啦，那你就告诉他们你的手机不见了，所以你换了联络号码。你叫他们把联络名单上的号码改成你打电话的那个号码。接下来我们就骗他们的钱吗？不行，这还太早，你不能让他们起疑心。先等几天，再打电话给受害人，告诉他们你需要帮助。例如，你呢，没办法进行银行交易，或需要贷款，然后要他们把钱转给你，这就是骗钱的方法。你们还在等什么？现在开始！现在的诈骗分子越来越狡猾了，你能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？采取行动打击诈骗，3个重要简单的步骤，让你打击假冒朋友骗局，确保你真正的朋友的安全。第一，添加 ScamShield 应用。ScamShield 保留已知诈骗号码的记录，如果骗子冒充你的朋友联络你，防诈应用会自动屏蔽它，保护你避免坠入假冒朋友骗局。第二，过后跟朋友确认，不要删除朋友原本的号码，稍后发信息给他们，看他们是否真的改了号码。可以通过见面、视频通话或电子邮件，以确认这个人是否合法。最后，如果怀疑自己坠入假冒朋友骗局，请告诉你的朋友和有关当局，立刻向银行呈报欺诈性交易，并向 WhatsApp 举报这个号码。如果需要建议，可拨打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的反诈骗咨询热线或上网查询。请你记住，采取行动打击骗局。这一期的神之以法已经来到尾声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郑元琪副警监。请大家各尽本分，预防、遏制和侦测罪案。再会。